和朝野清流的失望不同，海瑞的失望是锥心的绝望。当这案按照朝廷的旨意结案后，海瑞那颗心已被悄然而来的萧瑟西风掀于树叶而飘零。他向赵贞吉递交了辞呈，回到了淳安。等到批文一下，便携老母妻女归隐田园。阿爹！哎，哈哈，阿南，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阿爹回来喽。阿婆呢？阿婆在厨房里。阿母在厨房干什么？刚回家，我说了你千万别生气。阿母在厨房做饭呢。岂有此理！儿子不孝，让阿母受累了。责怪你媳妇啦。儿子当好好责教育他。快50的人了，还是改不了。什么事不问清楚就责怪人。进来。阿母，告诉你吧，你媳妇怀上了。啊、我蒸了1碗红枣鸡蛋，给她补补身子。就算有身孕，也不过1、2个月，难道连厨房也下不了了？是我不让她做的。试过了，腌的一坛子酸黄瓜都快吃完了。这下子我们海门有后了。是。海老爷回来的事儿，你们都知道了。他在省里办案，出了差错。辞官的帖子，赵忠诚已经递到朝廷去了。刚才见面，他跟我交了底，说在朝廷的回文到来之前，他不便理事了，要我多操心。你说我这吃8品的俸禄，干7品的差事，我这也不知走了哪个辈子。二老爷放心，我们在您手下当差也不是1年2年了，规矩，大家都懂得啊。功劳苦劳都摆在这儿，说不定朝廷回文就是让二老爷您接了本县的知县，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嘛。哎，崔良拿人，二老爷只管发签子。也是，自从海老爷来了之后啊，我那牢房时间倒是有9间是空着的。老爷，这刁民盗贼也该去拿些了吧？是啊，是该拿些人了。赵忠诚的文书昨天就下发了，这淳安县那么多农户商户，借了织造局那么多的粮食，啊，现在不愿意还私了，这还了得？半个月之内，至少收缴1万担丝上来，借到省里去。凡不肯交丝的，要把他关到牢里去。兄弟，你那里人手够不够？不够跟我说一声，我那里20、30号兄弟都可以帮你去拿人。我说啊，想去你尽管去，不过兄弟有言在先了，这衙里的补贴我可没办法分给你。不用不用，我那号子里关了人，还能分你们的补贴吗？能少拿人还是少拿人，啊，只要百姓安守本分，肯把丝交上来，
那正清人和还是要紧的。是啊，这是二老爷一片爱民的心，我们理会的。眼下呀，还有一件最要紧的事，周里啊，给我打了招呼，说胡步堂的公子要从老家来，从我们淳安县经过。我掐算了，就在今明2天。说完话，我就要到驿站，什么事情都要事先安排好了。等送走了胡公子，再办催司的事情。啊，这个大呼不得。按常理，步堂的公子就得按步堂的待遇伺候。我这就拨600两银子给二老爷。200两办饭食草料，400两致敬。饭食草料用现银，致敬最好用银票啊。知道了。县长，有什么说呀？属下曾经听二老爷说过，过阵子就是海老爷太夫人70寿辰，原说大家凑个份子贺一下，咱们还贺不贺？这个，按理呀，同僚一场，我们应该去贺这个寿。可是海大人这个人，你们都知道，不喜欢这一套啊。况且又是戴罪在家，为他想，就是别去凑这个热闹了啊！别给他添乱子了。那就不去添乱子了，不添乱子了。各忙各的去吧。是。你还是1岁的时候，你阿爹中了秀才，却怎么也不肯再去考举人。当时他给我念了2句诗：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”我问他什么意思，他说朝政太腐败，还告诉我这2句诗啊是古乐歌。我们淳安县是不是古时候的越国呀？回阿母，我们的浙江正是古时候的越国。你阿爹当年不肯再考举人，你现在不愿意再做官，都是一个道理。阿母理会。说我们老百姓自己的话吧，有子万事足，无官一身轻啊。有海南老家几十亩田，还怕养不活我们一家5口。等阿母抱了孙子，我在官场上没了官务缠绕，我便好好教育他，就像阿母教儿子一样。过一阵子我就70了，能抱到这个孙子，我就能够安心的去见你阿爹了。阿母您仁德天寿，一定还能够等到抱曾孙子。快到阿母大吉祥的日子了，儿子虽有几个朋友，但是也没有办法来给阿母祝寿。儿子心中惭愧啊。有你在，有媳妇在，虽然还没有生，有孙子孙女，我也就知足了。盛2斤肉，我们一家5口自己庆贺。阿婆，我要吃阿母做的炖牛肉。去。你阿母是双身子，不能干重活。过几天阿婆给你做炖牛肉。红枣蒸蛋吃了没有啊？吃过了。阿母这样顾着儿媳，儿媳真是担当不起。不过李太医走的时候却曾说过了的，
有身孕，要做点活，千万不能坐着躺着。李太医说的是，没有一定要听的话，大夫的话听一半不听一半。我说了，从今往后，做饭、洗衣这些重活都不许干。是。阿婆，我也要放血。哦，孩子懂事，教你这样搓。小心。蔬菜啊，来，上好的茄子，看辣椒，来看看啊，买菜了啊，买菜，有茄子啊，来1斤辣椒，1斤茄子。啊，好。请问，这条街上哪卖牛肉？看来客官不是本地人呐，路过贵地。做点生意，你问我还真问对了，昨天上怀村李二家的水牛摔死了，那现在正在南门那边卖呢。多少钱啊？10文铜钱，多谢指点。来，再搭根葱。哎呀，客官拿好了啊！拿好！哎呀，别这么客气嘛！站住！慢走，别跑！他怎么在这儿？不是说他戴罪在家不理事了吗？戴罪了便不是官。告诉他，这是二老爷奉赵忠诚的命令叫我们干的。我在这儿看着人，你去说。我也没叫你来，来了你又这么怕，胆子这么小。怎么说话呢？各干各的差事，什么叫胆子小？要不我跟他说，你看着，看咱们俩谁胆子小。小的见过海老爷，跪下。县衙公干职员见了唐尊行什么礼都不知道吗？不是说您老在家里带什么带？带罪吗？你听谁说我在家里带罪？我听二老爷说的。二老爷叫大老爷在家里带罪。大明朝的王法什么时候改的？哎呦，海老爷，小的知错了。凭什么抓百姓，抢百姓的生丝？回海老爷的话，二老爷说侍奉了赵忠诚的命，淳安县的百姓借织造局的粮，要现在立刻拿生丝还粮。你是县衙的牢头，你为什么也出来抓人？大老爷，一时间赵班头那儿人手不够嘛，叫小的过来帮忙。我看你们是想把淳安县的百姓都给抓了。不，大老爷，这可不干小人的事。上有二老爷，下有赵班头，小的就是临时调来帮手的。起来回话。
田县丞相在哪里？回大老爷的话，二老爷听说胡步堂的公子来了，所以特地去驿站伺候差事去了。侍候差事？胡步堂的公子是朝廷的什么官员？没听说有什么官职啊。你现在就去驿站，把那个田小璐给我叫来。你告诉他，现任的淳安知县海瑞不带罪了，恐怕还要升官。我在大堂等他。海老爷，这事就别让小的去了。你去不去？不去。现在就免了你的牢头。谁去？别！大老爷，我这就去啊！我马上去。照办他。立刻叫你的人把百姓都放了。是。把东西都还给他们，然后都到大堂来见我。小子这就去，小子这就去，把人放了，快点！都起来，不要跪了，起来！该干什么去干什么啊！你看你们又没犯什么王法，我又不在公堂上，不要见着就下跪。起来了，都起来了啊！起来了！谢谢了，老爷，谢谢老爷，谢谢了，海老爷，谢谢了，老爷。小民老花了眼，谢谢老爷，认出海老爷。哎，这钱请海老爷拿回去啊！哎呀，这点辣椒、茄子，那是小民自己种的，小民种的。哎，海老爷，你要看得起，就算小民送给海老爷啊！买你的东西付你钱，与看得起看不起无关啊！老张既有这片好意啊，你能不能帮我办点事情？哎呦，可以啊，只管吩咐啊，海老爷。你去南门外。南门啊，对，南门外，帮我买2斤牛肉，送到县衙后宅我的家里去。钱不够，家里人会给你补上。好，好，拜托了。严党依然未倒，郑必昌、何茂才虽被正法，赵贞吉推行的依然是前任的苛政，遭受重灾的淳安竟也未能幸免。决意辞官的海瑞，又被激起了为民抗争的愤怒，全身而退既已不能，直接跟赵贞吉一争便势所必行。他要耗出自己的最后一生，上阵朝廷。禀大老爷，我把二老爷给你请来了。卑职见过唐尊。站着回话。问你一件事情。唐尊，请问。为什么派人抓百姓，抢百姓的生丝？唐尊这就有所不知。今年我淳安县跟织造局借了那么多粮食，现在也到该还的时候了。这里是巡抚衙门赵忠诚的公文，唐尊是否一看？你口口声声称我为唐尊，省里的公文却揣在你的怀里，还问我可否一看？唐尊已向赵忠诚递交了辞呈，赵忠诚的公文自然就下给属下了。省里的公文是直接下给你的吗？
回话。公文自然是下给淳安县的，可是巡抚衙门的上差是亲手交给属下的。多多怪事。大明官制载有明文，现任官，不管是调任还是辞任，都要有吏部的回文。吏部现在还没有回文，免去我的淳安知县。巡抚衙门却将公文直接交到你的手里，你也竟拿着公文擅自行知县之事。哎，淳安正堂的大印就摆在这里，你是不是也要拿去？唐尊，你不是跟属下说，叫属下，啊？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我是在戴罪等候处置？你竟当着衙门的工人到处散步，说我已经戴罪了。那好，那请问，我戴的什么罪？这戴罪的事，卑职从来没说过。谁敢如此挑拨县尊县丞？田县丞的话大家都听到了。挑拨县尊县丞，这可不是轻罪。不说二老爷，你可说过的，说海老爷在省里犯了错，正在家里戴罪，这话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听见，怎么反倒说是小的们挑拨了？或许是二老爷听信了误传，啊？是不是误传？是误传。那既是误传，这就是说，我并没有戴罪了。那你怀里的那个公文，是不是该给我看看了？沈医师当时将粮运到淳安县，跟我说的明明白白。这些粮是织造局奉了圣命，赈济淳安县百姓的灾粮，万民颂圣之声犹在，为何要讨回皇上赈济灾民的粮？这个公文于理不当，于事不合，不能听从。唐尊，擅自撕毁巡抚衙门的公文，这个罪，这个罪我们可担不起呀！有我在，还轮不到你担罪。你的罪我正要问你呢。我有什么罪呀？你的老父亲为何不接回去奉养？我大明朝以孝治天下，身为朝廷命官，虐待老父，忤逆不孝，这便是你的罪。身为淳安正堂，属下犯此忤逆之罪，这才是我分内当管之事。参你的公文我已经想好了，写完后我会立即呈交督察院。唐尊明察，卑职本已将家父接回家去奉养，可家父与儿媳不和，他自己又搬出去了。与儿媳不和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唐尊明察，自从唐尊奉命去办亲案，整个淳安的事都有卑职一人担着，忙得卑职是焦头烂额，家里的事实在是管不过来了。自己的父亲管不过来，上司的儿子倒去孝敬。唐尊，卑职是县丞啊，
礼敬唐尊是规矩，礼敬胡部堂更是规矩。整个大明朝各州府县都是这个例子。卑职只是接待了一下胡公子，哪能说得上是孝敬？唐尊这个说法，卑职万难接受。你是怎么接待的？他从我淳安县经过，我们是主人，他是客人，自然按以主待客之礼接待啊。200两银子的饭食费，400两银子的致敬。这些银子都是你从自己家里拿出来的？一毫一厘，均是民脂民膏。一个庄户人家，1年穿衣吃饭，也不过5两银子，你一次出手就送走了600两银子。张书立，你管钱粮，你替我算算，600两银子是庄户人家多少户1年的衣食钱？算不过来是吗？回唐尊，是120户百姓。好一个以主待客之礼！你一次出手就是上百户人家1年的衣食银子。你这个主人做的真是大方。你说我大明朝各府州县都是这个例子？这个例子写在朝廷的哪个条文上？拿给我看。你以前见过胡部堂的儿子吗？回唐尊话，以前没见过。胡部堂本人我见过，而且有过深谈。他本人就对搜刮民财、耗费官帑、以肥私囊深恶痛绝。要真是他的儿子，就不会接受你这样的致敬。接受你的致敬，就一定不是胡部堂的儿子。拿我的签，带着差役，把这个人抓起来，你亲自送到胡部堂那里去。唐尊容禀啊，这是州里跟卑职打了招呼的，这个人确实是胡公子。再说了，那400两致敬的银票还在卑职身上，并没有给他。只是你让卑职把胡公子押解到胡部堂那儿去，卑职万万不敢接这个差事啊。不接这个差事也可以，那就脱下你的官服官帽，等着杖40，留3000里吧。唐尊，卑职究竟犯了什么罪呀？你要这般置卑职于死地？我没有叫你去死，也不可能置你于死地。我治你是按照大明律的条文，为了巴结上司，拿官帑行贿朝廷大臣，治胡部堂以收受贿赂的恶名，其罪1；虐待亲生父亲，忤逆不孝，其罪2。大明律，你那里也有，翻翻看，犯了这2条，是不是杖40，留3000里？唐尊呐，念在这几个月卑职伺候您的份上，您容卑职先把家父接回家去奉养，再把胡公子，当然不一定是他了，再把那个人送到胡部堂那里去。你的父亲，我会安排人去接。卑职就去，卑职马上就去，卑职立刻带人把那个人送到胡部堂那儿去。去吧。你带些人跟我走。你跪下！老爷有什么吩咐？
田县城派你的差事，为何不答？什么差事？小子听到了，小子听到了，去拿人。小子这就去，小子这就去。快！你不用去了。这个赵班头在街市上遇见我，以为我戴罪在家，便视若不见。此番又见田县城有了干系，更是置之不理。可见这个人平时对小民百姓何等凶恶。常言道，身在宫门手握人命。如果你们都像他这样，淳安县的百姓不知该遭多少罪孽。王老头，小的在。你不是抱怨你的牢里是空的吗？现在就把这个姓赵的班头关进去，听候处置。是。走吧。老爷，小子虽然有错，但也不至于坐牢啊。无事上命，凌虐百姓，你不坐牢，大明朝就不用再设牢房了。带下去。老爷，老爷饶命啊！带走。老爷，爸，老爷，老爷饶命啊！老爷，快走！老爷饶命啊！你们两个跟田县城去。是。走吧。你们都过来。淳安今年全县被淹，家家户户颗粒无收啊！有很多倒塌了房屋的百姓，至今还住在窝棚里，全指望这些生丝度过荒年。你们难道都不知道吗？居然还到处抓人，夺民口中之食，你们于心何忍？巡抚衙门追税的公文我已经撕了，请求朝廷免税的公文我也已呈了上去。有人不想让淳安的百姓活，可是朝廷不会让淳安的百姓死。从今天开始，任何人不得向百姓追讨税赋，尤其不许抓人。谁再抓人，就去牢里跟那个姓赵的班头作伴去。听到了没有？是。其实赵贞吉何尝想让治下的百姓去死？前方抗倭急需军饷，可沈一时之访却因生丝短缺日日减产。几个徽商又因作坊产业至今未能归到他们名下，急于抽身退出，这更让赵贞吉忧心如焚。现在每天的质量是多少啊？哦，现在每天能织100匹，过几天只怕要停工了。为什么停机？不瞒忠诚大人，我们的本钱也有限，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买丝了。何况还有这么多人要开工钱呢。半价买丝，你们都拿不出本钱，当时为什么签约书？告诉你们，耽误了朝廷的大事，胡部堂也保不了你们。做生意，我们也不要谁保，只讲一个信用2字。赵忠诚，你能担保按约书给我们兑现吗？是啊。谁说不按约书兑现了？啊！织机1天也不能停，50万匹丝绸1匹也不能少。你们谁敢停机？我不抓人，请你们的本家胡部堂派兵抓人。卑职叩见忠诚大人。海知县已经递了辞呈。我说了，淳安县的事由你来处理。又闹出什么了？忠诚大人把追讨淳安百姓欠粮的差事交给卑职去干，
卑职好不容易派些人下去收尸，海知县却把他们都叫回来了。巡抚衙门的公文没给他看吗？怎么不回我的话？卑职实在不知道怎么跟忠诚大人回话。如实回话。海知县把巡抚衙门的公文给扯了。海知县说，织造局的那些粮是皇上赠给淳安百姓的赈灾粮，谁要追讨，就是玷污圣明。于理不当，于事不合。他还说淳安今年是重灾县，他已经呈文朝廷，请求免去全县赋税。这个人难道真的是脑子有病？什么病？对抗上司、对抗朝廷的病。二位在这里都听到了，我要上书参奏，请二位也向宫里禀奏。我们一定如实禀奏。把胡不堂的公子也扯了进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周礼给卑职打招呼，说胡不堂公子来台州看望父亲，从淳安县经过换船。卑职只是按照惯例接待了一下，海知县就说卑职是奉承上司，还说胡公子是假的，命卑职押送给胡不堂。卑职不按他说的做，他就行文督察院参卑职的罪。忠诚大人，卑职在淳安实在是没法干下去了，请忠诚大人开恩，就让卑职调个地方吧。来人，大人，送到胡不堂军营的军需粮草，最后一批什么时候起运？回忠诚，这一次是好几万人的军需，还有10几船今天下午才能到齐，到齐后立即起运。剿灭倭寇，这是最后一仗。一粒粮，一棵草也不能短缺。再去催，到齐后3日内运到。你今年也有56了吧？经国库亏空如此，再打下去，为师也拿不出钱给你了。暂且休兵歇战吧。真也难。大战在即，站在行兵布阵的位置，看看帐外这场大雨。然后再想想这步棋该下在哪里。据属下10几年与倭寇在沿海作战的阅历，每年这个时令，这场大雨后，都会有1、2天的大雾，有利于骑兵突袭。是啊，难得的战绩呀！逐水草而居，顺天时而动。这才是最大的力量。汝真呐，
我81了，死了没多大关系。东南的大局可不能没有你呀！为你想，也得休兵歇战了。我们就都勉为其难吧。戚继光，末将在，统领各路援军，雨停雾起，全线出击，遵令，一举拒歼倭寇。是。明嘉靖4年，第9次台州大战开始了。这一战清剿了为患浙江10年的倭寇残部，东南沿海无数百姓饱经烧杀淫掠的苦难，终于熬到了尽头。奏乐！百战之身，万民之福啊，戚将军！万事之功，万事之功啊！上托圣上洪福，胡部堂及诸位大人运筹有方，下赖百姓援众，将士用命啊！胡部堂呢？部堂大人自开战2个月之后就已经有病，现在仗打完就躺下了。部堂大人让我转告诸位大人，他实在是受不了舟船之苦，要在台州歇息几天。两位钦差，把这件事情直接呈奏皇上。大忠臣，难得，我们今天就上奏。子礼啊，你无论如何找到李太医，到台州去一趟，给部堂看看。好，我立刻派人去找。给将士们备了庆功宴，请。曲曲秋风了故乡，故乡月翠分明。但愿记萧瑟山中感一程，登临心系天下事，脚踏中原路不平，万里奔行，只为苍生。一路长江笑，一笑欢乐情，悲欢痛，有乐与共。万里奔行，只为苍生。一路长江笑，一
随我，几人行？几人一梦清风雨起坐，起坐时看海阔天晴，起坐时看海。